大家好，我是小蔬果。玉米无论是用水简单煮熟，还是放进排骨汤里一起炖，都是非常不错的吃法。它既能当主食，又能当点心，可以说是我们餐桌上的常客了。很多朋友都觉得玉米嘛是粗粮，营养又健康，富含膳食纤维，对身体肯定是有好处的。说实话，我自己以前也是这么认为的。但如果我今天告诉您，这个我们眼中的健康模范生，对某些朋友来说，不但不是营养品，反而可能是一种负担，甚至会悄悄加重您的病情，您会相信吗？这不是危言耸听，医学研究已经发现，有3类朋友在享用玉米的美味时，真的需要特别小心。今天我就会为您一一揭晓到底是哪3类人需要注意。并且我还会跟您分享5个能让玉米的健康效益加倍，同时又能避开风险的秘诀。看完之后，保证您对这最熟悉的食物会有全新的认识，吃得更安心、更健康。在进入主题前，请先点击订阅键，并开启通知。如果您也感同身受，请在留言区输入1。如果您有任何疑问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，我将尽力回复您的问题。1. 玉米的优点。在我们揭开谜底之前，先得公平地说一句，玉米确实是个好东西，被誉为黄金谷物不是没有道理的。它的优点我们简单快速地了解一下。1. 富含膳食纤维，玉米里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，这东西就像一把小刷子，能帮助我们的肠道蠕动，把里面的废物清出去。对于有便秘困扰的朋友来说，它是非常好的帮手。2. 维生素丰富，玉米里富含维生素 B 群和维生素 E， 这些营养素对于维持我们心血管的健康，防止血管硬化都有正面的帮助。维生素 E 还能帮助我们抵抗衰老，让身体保持年轻活力。3. 保护眼睛，再来这一点对我们现代人尤其重要，它是我们眼睛的天然防光镜。现在大家看手机、看电视的时间很长，眼睛很容易疲劳退化。玉米里有一种非常宝贵的成分，叫做叶黄素，它就像是帮我们的视网膜戴上了一副太阳眼镜，可以过滤掉有害的蓝光，保护我们的眼睛。听起来玉米简直完美无缺，对吧？但请注意，正是这些优点，在某些朋友的身体里，反而会变成一种负担。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的重点。3类需要注意的人群。1. 消化系统不佳的朋友。首先医生要点名的第一类人，就是那些消化系统已经拉响警报的朋友。具体来说，如果您经常觉得肚子胀胀的，吃一点东西就感觉不消化，或者您本身就有慢性胃炎、胃食道逆流，甚至是肠易激综合症的问题，那您吃玉米就得特别当心了。电视机前的朋友，您是不是也有过这种经验？明明没吃多少，肚子却胀得像个气球一样难受。这到底是为什么呢？刚刚我们才夸奖过，玉米富含膳食纤维，是肠道的好帮手，怎么现在又说它会造成负担呢？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，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肠胃想象成一个员工。一个健康的肠胃就像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，处理这些富含纤维的食物完全没问题。但是一个功能比较弱的肠胃就像一个已经上了年纪、体力有些衰退的老员工，你再交给他一份非常出众、需要花大力气才能完成的工作，他当然会不堪重负，甚至直接罢工抗议。玉米里的这些高纤维就是这份出众的工作，他们在健康的肠道里是英雄，但在虚弱的肠道里就可能变成麻烦制造者，导致产气腹胀，甚至引发腹痛或腹泻。2. 需要控制血糖的朋友。接下来医生要点名的第2类人，就是所有需要严格控制血糖的朋友，尤其是我们广大的糖尿病病友们。我知道很多有血糖问题的朋友，都会被医生或营养师告诫要多吃粗粮，少吃白米饭，所以很多人会想当然地认为玉米是粗粮，拿来替代主食，肯定能帮助控制血糖。如果您也是这么想的，那您可就掉进一个常见的误区里了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首先我们要搞清楚，玉米虽然是粗粮，但它的主要成分依然是碳水化合物，也就是糖分。它的碳水化合物含量其实和我们吃的白米饭相差无几。
吃下一根普通的玉米，就差不多等于吃了大半碗的白米饭。更关键的问题在于，现在的玉米品种经过不断改良，尤其是市面上常见的黄色甜玉米、水果玉米，它们的口感非常甜，含糖量很高，升糖指数 GI 值其实并不低。这意味着，当您吃下这种甜玉米后，它里面的糖分会很快被您的身体吸收，让您的血糖在短时间内像坐云霄飞车一样迅速飙升上去。对于需要维持血糖稳定的糖尿病患者来说，这种剧烈的血糖波动是非常危险的。这一点我相信很多病友都深有体会。3. 肾脏功能不佳的朋友，最后医生要点名的第3类人，是我们的肾脏功能已经出现状况，特别是被医生明确叮嘱要限制钾摄取的朋友。很多朋友可能会对钾这个字感到陌生。简单来说，钾是我们身体里一种非常重要的矿物质，它负责维持我们心脏的正常跳动。一个健康的人，身体会通过肾脏把多余的钾排出去，维持一个平衡的状态。但是当我们的肾脏功能出现衰退时，这个排钾的能力就会下降。这就好比我们厨房的水槽，如果排水管堵住了，污水就会不断往上涨，最后溢出来，弄得一团糟。我们的肾脏就是身体的排水系统，一旦它罢工了，血液里的钾排不出去，就会淹水，造成高血钾症。高血钾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，轻则让人感到肌肉无力麻痹，重则会影响心脏的正常跳动，可能导致心律不整，甚至有猝死的风险。而玉米不幸的是，它正是一种含钾量比较高的食物，每100克的玉米钾含量大约在200至300毫克之间。对于肾功能正常的人来说，这点量完全不成问题，但对于肾脏已经生病的朋友来说，这可能就是压垮健康的最后一根稻草。3. 5个玉米健康秘诀。好了，听完以上3类需要注意的朋友，大家是不是对玉米有点害怕了？请不要担心，对于绝大多数身体健康的朋友来说，玉米依然是非常棒的健康食材。接下来我就要跟大家分享5个秘诀，让您不仅能安心享用玉米的美味，还能让它的健康效益发挥到最大。1. 变废为宝，玉米须煮水是个宝。下次您在处理新鲜玉米的时候，千万不要把上面那些丝丝缕缕的玉米须给扔掉了。其实在中医的领域里，玉米须是一味非常有用的食材，它有一个别名叫龙须。玉米须最大的功效就是利水消肿。如果您早上起床觉得脸部或下半身容易浮肿，或者感觉身体湿气比较重，就可以用一把干净的玉米须加水煮开，当做茶来喝。它有利尿，帮助身体排出多余水分和钠的作用。对于一些有轻微高血压的朋友，也有辅助降压的好处。这可真是我们老祖宗传下来的智慧，纯天然又没有副作用，大家不妨试试看。2. 选对方法，蒸煮优于烤炸。烹饪方式对食物的健康程度有决定性的影响。对于玉米来说，最能保留它原汁原味和营养的就是最简单的方法，水煮或清蒸。这样吃我们能完整的摄取到玉米本身的清甜和营养，而且不会增加额外的热量负担。相反的，很多朋友喜欢的夜市烤玉米，其实是一个健康陷阱。你想想看，那烤玉米上面为了好吃，要刷上多少层的烤肉酱、沙茶酱，还有奶油。这些酱料里面满满的都是油、盐和糖。一根烤玉米吃下来，热量可能比1碗白饭还要高，那含量也容易超标，反而增加了身体的负担。所以为了健康，我们还是回归最朴实的蒸煮法吧。3. 吃法是关键，重搭配首分量，这一点非常关键。首先是搭配。玉米虽然营养，但它的蛋白质组成不太完整，缺乏2种我们人体必需的氨基酸。怎么办呢？很简单，只要帮它找个好搭档就行了。最好的搭档就是黄豆制品，比如豆腐、豆浆，或是各种瘦肉、鱼肉、鸡蛋。当我们把玉米和这些食物一起吃的时候，它们在身体里可以起到蛋白质互补的作用，大大提高了蛋白质的整体吸收利用率，让营养更全面。所以玉米排骨汤、毛豆炒玉米都是非常聪明的营养搭配。其次是分量，
再好的食物，吃多了都会造成负担。即使是完全健康的成年人，我也会建议一天吃玉米的分量，最好不要超过1到2根。它的热量不低，一根玉米的热量差不多就是1碗饭。如果您吃了玉米，那当天的米饭、面条这些主食的分量就要记得相应的减少，才不会在不知不觉中吃下太多的热量。4. 选对时机，吃当季的上清。我们常说不时不食，吃东西要吃当季的。玉米也是一样，台湾的玉米一年4季都有，但盛产的季节通常是在春季和秋季。当季的玉米不仅阳光和雨水吸收的最饱满，营养价值最高，而且它的风味和甜度也是最棒的。所以建议大家在玉米盛产的季节，多选购新鲜的玉米。新鲜的玉米颗粒饱满，用指甲轻轻一压，还会流出浆汁，这种的最是鲜甜好吃。5. 善用汤汁，营养别浪费。很多人煮完玉米，就把那锅黄澄澄的玉米水直接倒掉了，这其实非常可惜。在水煮的过程中，玉米里的一部分水溶性维生素，比如维生素 B 群，还有一些矿物质和甜味素，都会溶解到水里。所以，这锅煮玉米的水其实是很有营养的。只要您煮之前把玉米清洗干净了，这锅原汤完全可以当做日常的饮品来喝，清甜又健康，一点都不浪费。好了，今天我们聊了这么多关于玉米的话题，希望大家都能明白一个核心的观念，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好食物，也没有绝对的坏食物，只有最是不适合您自己的吃法。玉米这个黄金谷物，营养丰富，味道甜美，但关键在于我们要懂得便民体质，正确使用。希望今天的分享对您有帮助。如果您觉得内容实用，请记得按赞，并把这支影片分享给您所关心的亲朋好友。也欢迎您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我们下次见。